年度迷你主机巨兽登场了。它不但装置第2代 Ultra 9 CPU， 还装置了最新的 NVIDIA 移动独显。这是一台迄今为止最豪华的顶级迷你电脑。大家好，我是老白，今天给大家介绍装置了 Ultra 9 275HX 处理器和 RTX 5080移动独显的 3A 游戏迷你电脑 ROG Lark 2025。我这台幻影峡谷也用了好多年了，如果想要升级同样档次的小主机，大家觉得应该换哪一台最合适呢？ ROG Lark 2025装置英特尔 Ultra 9 275HX 24核24线程的移动 CPU， 装置 NVIDIA RTX 5080移动独显， 16GB GDDR7 显存，双通道 DDR5 内存6400兆赫兹。M.2 PCIe 5.0 和 4.0 的 NVMe 接口，视频显示输出 2.5G 网卡加 WiFi 7。只有 ROG Lark 迷你电脑才采用如此巨大的包装。打开来看一下，主机和配件都在这儿。电源线、说明书，这超级板砖大电源 19.5 伏 16.92 安，一共330瓦功率，是我目前见过的最大 DC 电源。小主机是塑料镂空机身，设计做工品质一流，就是有点沉重。ROG 的标志在顶部。前面板电源开关键、耳麦接口、Type-C 数据接口、双 USB 3.2A 口。后面板19伏电源接口。双 HDMI 2.1 接口，双 DP 接口，雷电式接口， 2.5G 网络接口，4个 USB 3.2 近 2A 口，后部、双侧、顶部都有通风口。拧松这颗螺丝就可以徒手开盖。右侧这个位置和左侧这个位置是两个着力点，我们来试一下。我是先把这边抠开了，再拉开另一侧，费了不小功夫。来看看内部接口，双 DDR5 内存插槽，最大可以支持6400兆赫兹，一个 M.2 PCIe 4.0 的 NVMe SSD， 这下还有空余的一个 5.0 的 NVMe 插槽。这根线是神光同步的电源线。BIOS 里显示预装了6400兆赫兹的内存，但是只有双 16G， 一共32G。可以设置性能释放，最终还是在风扇这里设置。安静模式平均85瓦，性能模式平均100瓦 ，Turbo 增强模式120瓦。启动 Windows 后，也可以在奥创中心设置性能发挥模式，安静、性能、增强。我们本次测试以 Turbo 增强模式来进行。稳定性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我们打开 IW4 跑 FPU 单考的压力测试，1分30秒之后 CPU 功耗从158瓦逐渐下滑，并稳定到120瓦左右，整机功耗从230多瓦降低到190瓦左右， CPU 频率运行在 3.7 赫兹，随后一直保持。在单考了1小时以内， ROG Lark 2025的 CPU 功耗保持在平均120瓦左右，室温28度的情况下， CPU 温度最高106度， SSD 温度最高上升到44度，内存温度最高上升到 45.5 度。我们首先使用 ROG Lark 2025小主机的 Ultra 9 275HX 来转码，看看实际效能如何。最后结果是6分05秒，共计365秒。这个成绩创下了所有迷你主机的最佳，排名第一。上一代 ROG Lark 970是574秒 ，ROG Lark 2025版的成绩相比它有大幅提升。CPU-Z 多线程 16402.6， 单线程 861.4， 多线程性能登顶所有迷你主机第一名，超过了其他所有迷你主机。相比 Max Plus 395有 10% 的领先，
相比上一代 ROG Knox 970提升了 80%。Geekbench 5多核23442，单核2161，迄今为止最好的多核成绩。Geekbench 6多核19597，单核2978，多核成绩排在所有 X86 迷你主机第一名，超过了 Max Plus 395 14%。Cinebench 223多核36412，单核2198，多核成绩只比 Max Plus 395高了一丢丢，险胜。Cinebench 2024多核2047，单核131，我们第一台多核成绩上了2000分的迷你主机，超过了上一代 ROG Knox 970 80%。Passmark 多线程62547，单线程4830，多线程排名第一，超过了 Max Plus 395，也大幅超过了上一代的 ROG Knox 970。综合来看，目前这台 ROG Knox 2025的 275HX CPU 的性能是所有迷你电脑中最强的，也稍稍超过了我们测试的 AMD Ryzen 9 Max Plus 395。接着看娱乐大师总分2455372， CPU 得分1139977。接着玩游戏，地平线5 4K 极端画质，打开2倍抗锯齿，不开 DLSS。普通场景110多帧，复杂场景90多帧。挑战一下地平线5 4K 全拉满画质，打开2倍抗锯齿，不开 DLSS， 普通场景接近90帧，复杂场景接近80帧。地平线4 4K 全拉满画质，全程110帧以上。古墓丽影暗影 4K 最高画质运行评估测试，平均帧97帧。荒野大镖客2 4K 超高画质运行评估测试，平均帧65帧。最后我们来测试黑神话悟空 4K 超彩50 DLSS 开启真生成，画质全影4级，测试结果是平均帧145帧。开启光线追踪超高模式，测试结果平均帧113帧，这肯定是开启了4倍真生成得到的。实战一下。
这块显卡的性能算是我测试的所有迷你主机中最强大的了，它基本上可以算畅玩 4K 3A 游戏了。从CUDA核心看 ，NVIDIA RTX 5080移动版有7680个，显存带宽900G。Furmark 单烤 RTX 5080 Laptop 移动版满血的175瓦，再加入 CPU-Z 双烤 ，CPU 性能释放平均达到了100瓦。我们跑了 3DMark 的测试 ，TimeSpy 21737，Firestreak 48164，Steel-Lumen Lite 163.44 FPS， 稳定度 97.8%。把 3DMark 的测试数据也做成了图表，我们来看一下，所有的数据都超过了第二名 RTX 4090 Laptop 移动版，不愧是能175瓦满血发挥的 RTX 5080 Laptop。900GB 的带宽 RTX 5080移动版，我们也跑了 Llama 3.1 大语言模型测试，还是探测色编程，结果是 93.96 Token 每秒，爆表了，远超4090、4080移动版和3080移动版。千文山 14B 34.6 Token 每秒，千文山 30B A3B Q4 量化模型，我使用了 Vulkan， 最好结果是30 Token 每秒。显示接口输出，独显直连的 HDMI 接口最高支持 4K 144赫兹10位 RGB 显示信号输出，满足 HDMI 2.1 标准。连接到核显的雷电式接口输出 DP 信号，最高支持 4K 144赫兹8比特 RGB 显示信号输出。我们这台显示器支持 DP 接口超频到160赫兹，超频后雷电式接口能够支持 4K 160赫兹8位 RGB 信号输出。索尼 OLED 电视连接 HDMI 线缆，小主机能够输出 4K 120赫兹12位 RGB 显示信号。NVIDIA RTX 5080 Laptop 视频解码，最高能硬解本地 8K 60帧 AV 视频 ，YouTuber 8K 60帧 AV 视频可以流畅播放。原厂 PCIe 4.0 NVMe 硬盘测试6800兆 B， 达到了 PCIe 4.0 X4 的非常好的水平。WiFi 测试 Keller BE1750 WiFi 7无线网卡跑上了780兆 bps， 算是我的无线网络环境中不错的水平。Keller E3100G 2.5G 网卡，我们也使用了 iPerf 3测试了内网性能，不论单线程上传下载还是多线程上传下载，都接近 2.35G， 跑满了带宽。这块 2.5G 网卡没有兼容性问题。ROG Luck 2025版装置了 Intel Ultra 9 275HX CPU 和 NVIDIA RTX 5080 Laptop 移动版独显 CPU 120瓦的性能释放， GPU 满血175瓦的性能释放。我们直接列表给大家看，双烤时整机功耗超过了330瓦，待机最高功耗44瓦。按上面这些结果，330瓦的板砖大电源也堪忧啊。室温30度的时候 ，CPU 待机温度57度 ，GPU 待机温度48度 ，SSD 待机温度42度。在台小主机增强模式下 ，CPU 满载的时候，机身噪音是55分贝，收回在耳边是51分贝。ROG Luck 2025版装入了 Ultra 9 275HX CPU 和 RTX 5080移动版独显 ，RTX 5080 Laptop 能跑到175瓦的性能释放。CPU 能达到120瓦的性能释放，这是一台不管 CPU 还是 GPU 又一次达到了迷你电脑最顶峰的超强小主机，它也是迷你电脑综合性能最强者。接口配置达到了很高水平 ，M.2 PCIe 5.0 和 4.0 的双 NVMe 存储，最高4高刷显示输出接口。除了很高的价格外，这台小主机还有一个缺点是内存配置竟然是 32G， 这么无敌的小主机起码应该是 64G 起步吧。总结一下， CPU 性能120瓦的性能释放， GPU 175瓦满血性能释放，轻松登顶。做工优秀，散热静音稳定，各种接口齐全，接口兼容性高， CPU 性能、图形性能、接口、做工它都有非常好的表现，可以算目前最豪华的独显迷你电脑。
价格也达到了顶级水平，配得上性能。这是一台最顶级豪华的 3A 游戏迷你电脑，适合不差钱又需要使用迷你电脑玩 3A 游戏大作的朋友们。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了，我是老白，谢谢大家的观看，再见。